我们来聊一个可能有点扎心的话题哦。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每天加班累得跟狗一样，但薪水涨的那个幅度永远追不上物价，也追不上你心里的焦虑？这应该是很多人的心声。对啊，而且这里有一个更让人不平衡的对比，你想想看，为什么10几年前你身边那个好像只是运气好蒙到买了房的同事，现在身价翻了好几倍，过得悠哉悠哉的。但你呢，明明学历可能更好，能力也更强，却感觉一直在穷忙，好像在原地踏步。说真的，这可能根本不是你不够努力的问题，而是你进场的那个时间点从一开始就错了。没错，你这个切入点就直接带到我们今天要谈的核心人物了。一位在金融圈被封为周期大师的传奇经济学家周金涛。对，他生前留下一个非常惊人的论点，就是说普通人的一生其实只有3次暴富的机会。才3次？就3次，而且这3次机会不是靠你多努力就能遇到的，是时代给你的，只要抓住1次，你就够格成为中产阶级。哇，他之所以被称为大师，就是因为他的预言准到吓人吧？对，10年前，你想想，在大家还在疯狂抢房的时候，他就公开说房地产要见顶了，应该卖房买黄金。我记得那时候一堆人笑他傻。没错，结果呢，现在回头看，很多地方的房价真的跌回去了，但黄金却涨到天上。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带你一起深入拆解这位大师用生命换来的财富底牌，也就是康波周期，并且一起来探讨他预言的下一个也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人生翻身拐点，2026到2027年。对，人生发财靠康波这句话听起来很宿命论，对吧？好像我们的努力都不重要了。有一点，但它真正的意思是，个人的财富累积很大程度上是被你出生和进入职场时所处的经济大周期的位置给框住了。对，努力只能决定你在同一波浪潮里是冲在前面还是后面，但浪潮本身的高度才决定你最终能被抬到多高。这个概念，用日本的例子来看，感受会特别强烈。对，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个日本人，出生在1930、40年代，那你20几岁，正好是1960年代，恭逢日本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哇，那时候的日本企业奖金是用信封塞现金，塞到信封都快爆开，你一出社会开局就是王炸。但如果你晚生个40年，1980年代才出生，那迎接他的就是对，你20几岁进入职场时，迎接你的就是泡沫破裂，失落了30年，整个社会弥漫的低欲望的氛围，再怎么拼都没用。对，你再怎么拼，可能都是在填补时代留下的坑。这背后巨大差异的规律就是康波周期。所以这个听起来很玄的康波周期到底是什么？ OK， 它的全名是康德拉基耶夫长波，是一位俄国经济学家在1925年提出来的。他透过分析大量的经济数据，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一个长达50到60年的长波动周期。50-60年哦，很久很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经济世界的四季。对，春天是复苏期，百废待举；夏天是繁荣期，大家赚得盆满钵钵满；秋天是衰退期，开始出现泡沫；冬天就是萧条期，一片惨淡。而且这个理论本身也带有悲剧色彩。提出者康德拉基耶夫怎么了？因为观点不容于当时的苏联政权，在46岁就被处。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周金涛也在44岁英年早逝。哇，这也为整个理论增添了几分神秘感。讲到四季其实可以用一个更生活化的比喻来理解。你说说看。比如说你开了一家乌类咖啡店，一开始整条街上只有你这一家，装潢又漂亮，咖啡又好喝，生意好到不行。每天数钱数到手抽筋。对，这就是周期的春天跟夏天，也就是复苏和繁荣期。然后呢？看到你赚钱，隔壁老王也开了一家，对面小陈也开了一家，很快地整条街开了10几家咖啡店。对，但客人就这么多，为了抢生意，大家就开始价格战。没错，你买1送1，我就第2杯半价。结果以前一杯咖啡赚50块，现在只赚10块，甚至赔钱在做。这就进入了周期的秋天和冬天，也就是衰退和萧条。这个现象的本质其实就是产能过剩跟人性贪婪的必然结果，整个市场陷入疯狂的内卷。这个比喻这么很贴切，那这种内卷的僵局要怎么打破？总不能一直赔钱下去吧？这就是关键了。另外一位经济学大师熊彼得就用创造性破坏这个理论来补足了康波周期的拼图。创造性破坏？对，他发现每一次萧条的结束，新周期的开启，都源于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对，就像咖啡店的例子，除非有人发明了全自动 AI 咖啡师，成本降到极低，或是喝了能变聪明的超级咖啡，创造出新的需求，否则大家就只能继续在红海里厮杀。没错，只有新的技术才能把经济从低谷中拉出来。所以回顾历史，每一轮康波周期真的都有一个核心技术在驱动吗？完全正确。第一轮康波是蒸汽机带来了
了工业革命。第二轮是钢铁和铁路，彻底改变了运输和建筑。第三轮是电气化，有了电灯、电话。第四轮是汽车和半导体。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5轮，也就是由网际网络和资讯技术带动的周期的末期。对，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各行各业就感觉竞争超级累，钱超难赚。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旧周期的尾声。没错，还没等到下一个革命性的技术来破局。聊到这里，就必须回头看周金涛那个惊人的预言。他在2016年，也就是房市最疯狂的时候，公开建议大家卖掉多余的房地产，买入黄金。大家都在说再不上车就来不及了。现在回头看，真的是一身冷汗。的确是这样。原来我们当时感受到的集体焦虑，其实就是一个周期的顶点。对，他之所以敢在那个时间点做出如此反人性的判断，是因为他的理论框架中，除了康柏厂造期，还加入了一个很重要的维度。是什么？叫地产周期，学术上称为库兹涅茨周期。大概是20年一轮。20年。他认为中国这一轮的地产大周期是从1999年房改开始算，到2015年这段上升期基本上就走完了。所以他才说，对，所以他当时给自己立下一个铁律，2015年之后绝不在中国买房。可是2015年之后，房价好像又涨了好几年耶，这怎么解释？你这个问题点出了理论跟现实的差距。现实中，2016年后中国政府推动的棚改货币化政策，就像一剂超强的强心针，硬是给房市续命了好几年，把泡沫吹得更大。对，但这也只是推迟了危机的到来，并没有改变周期的方向。该来的总会来。没错，到了2021年，房价正式触顶，随后就开始了连续几年的修正。所以大师判断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政策的强力干预让那个转折点产生了延迟。完全正确。好，这就带出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如果大师这么神，那他当年预测的2019年会是万劫不复的低点，是80后、90后这辈子唯一一次翻身机会。但说真的啦，我们好像没有感觉到2019年有那么惨。对，那个传说中的史诗级低点好像没出现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其实也是理解这个理论最有趣、最复杂的地方。理论上，2019年确实是好几个短、中、长周期，像是库存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柏周期，它们的低点正好叠加在一起，应该会产生一个共振的效应。对，形成一个超级大低谷。但实际上没有。对，因为现实世界发生了好几件理论模型算不到的黑天鹅事件，像是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还有最重要的新冠疫情啊。疫情一方面像是按下了全球经济的暂停键，但另外一方面，各国政府为了救市，又史无前例的大印钞票，等于是把一个本该进入萧条进行自我修正的周期，硬生生用金钱打了一剂肾上腺素。哇！结果就是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被延后了，而且可能变得更复杂。所以不是周期消失了，而是被这些外力给硬生生的拉长和扭曲了。所以那个万劫不复的低点，只是迟到，但不会缺席。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和市场机构都倾向这个观点。是哦，大家普遍认为，那个真正让资产价格探底的市场底部，很可能要延后到2026至2027年才会真正显现。如果我们把周金涛的模型根据这几年的新变数稍作修正，你会发现2026年左右很有可能才是那个真正干净的多周期共振的低点。而更有趣的是，这次带动新一轮复苏的力量其实已经悄悄出现了。你说的是 AI 人工智慧吧？没错，这点感受超明显的。从2022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来，整个世界的节奏突然间被按下了快转键。真的，才短短2年 ，AI 就从一个只能聊天的机器人，进化到能写程式、做影片，甚至进行复杂的科学推理。就完全符合你刚才说的技术革命的所有特征。2025年甚至已经被很多人称为 AI 元年了。对，全球的科技巨头在 AI 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已经是几千亿美金在算了。没错 ，AI 极有可能就是开启第6轮康波周期的那把钥匙。等一下，听到这里我有点怀疑，我们会不会又是在过度神化 AI 了？回想2000年的网际网络泡沫，当时大家也是这么说的啊，说网络会改变世界，结果呢？泡沫破裂，多少公司灰飞烟灭。对啊，这次的 AI 浪潮跟当年的网络狂热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还是只是另一次的炒作？你这个怀疑非常重要。高盛刚好有一番研究在对比这2次浪潮。他们怎么说？他们认为现在的 AI 发展其实更像是1997年，而不是泡沫最顶峰的1999年。差在哪里？当时的网络公司很多是只有一个概念，根本不赚钱。但现在顶尖的 AI 公司，比如晶片制造商辉达，他们的盈利能力是非常惊人的，是有实际获利支撑的。了解。所以现在可能还处于潜力巨大，还没到泡沫破裂的那个末期阶段。但更核心的一点是，按照康波理论，就算泡沫真的来了，甚至破裂了，那也正是普通人抄底优质资产的最佳时机。这个观点有意思。你想想，第5轮康波的驱动力是网际网络，泡沫在2000年破裂，但活下来的公司像是亚马逊、Google， 后来都成了超级巨头。没错，真正的机会往往不是在大家最兴奋
份股价最高的时候，而是在泡沫修正后资源重新配置的那个瞬间。好，这点我理解了。不过很多人都会说 AI 是下一波浪潮，这没错。但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到底该关注的是打造 AI 基础设施的公司，像是你刚提到的晶片制造商，还是利用 AI 做出杀手级应用的公司？回顾历史，在铁路时代，真正赚到大钱的好像不是那些铺铁轨的公司，而是懂得利用铁路网来做生意的商人。这个规律在 AI 时代会重演吗？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历史上确实如此。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往往赚的是辛苦钱，而应用者才能获得超额利润，对吧？但 AI 时代可能有点不同，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高端晶片，它的技术壁垒极高，形成了寡占甚至垄断的局面啊，这在铁路时代是不存在的。对，所以这一轮基础设施的价值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长远来看，当基础设施普及后，决胜点肯定还是在应用。所以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一个动态观察的过程。初期看基础，后期看应用。听起来理论很完美，但回到现实，对我们这些每天要烦恼柴米油盐的普通人来说，好像还是有点抽象。比如大师说要保留现金，等待低点，这我同意。可是，在现在这种什么都涨的通膨环境下，现金放着每天都在贬值啊，光是等待这件事本身风险也很大吧？这两者之间要怎么平衡？没错，这个问题点出了所有奉行现金为王策略的人内心最大的矛盾。对呀，没错，现金为王的前提是你预期未来资产价格的跌幅要大于你手中现金被通膨侵蚀的度。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被动的躺平，而是一个非常主动的观察和判断。要怎么观察？你需要盯着几个指标，比如通膨率是不是开始有效的被控制住了，主要经济体的利率政策是不是出现了转向的信号，市场上那些最优质的公司，他们的股价是不是跌到一个不合理的便宜价位。了解。当这些信号出现时，你手中的现金才能变成你最强大的武器。所以不是傻傻的等，而是带着目标在等。完全正确。周金涛生前也说过，普通人的财富累积主要就看4类资产。哪4类？大宗商品、房地产、股票，还有一类是艺术品。我们用周期的角度来检视一下。大宗商品像过去的煤老板，就是抓住了2000到2010年的超级牛市，但下一波大的商品机会，根据周期推算，可能要等到2030年之后了。那还很久。对，房地产刚才提过，目前还在20年的库兹尼治周期的寻底过程中，在2026年之前，可能都还要保持谨慎。黄金在大师眼中，它不仅仅是避险资产，更是在经济动荡和美元长期走弱趋势下的超额收益来源。最后是股票。最后就是股票，特别是那些能够引领下一个技术周期的公司，在周期低点，他们的股价会被错杀，这就是机会所在。听起来现在这个时间点，重要的好像不是冲动的去做什么，而是保持冷静，管好自己的钱，然后睁大眼睛，对吧？没错，就是以静制动，保留你的现金流，保留你的选择权，因为真正的财富转移往往就发生在周期的转折点，在那个时候，有选择权的人才能成为赢家。当然，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要意识到，没有任何理论是万能的，就连周金涛本人，也有人批评他的理论太过宿命论，忽略了政策和创新的突发性。是，比如，如果明天突然有核融合技术的重大突破，那是不是所有的周期都得重新计算了？确实如此，理论是地图，不是 GPS， 它能告诉你大概的方向和地形，但路上的突发状况还是要靠自己应对。周金涛自己也没算到疫情的冲击和各国政府史无前例的干预，这告诉我们，即便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控制经济周期的大手，我们个人的选择和对风险的把控依然有人为的操作空间。了解。读懂周期不是为了躺平天天有命，而是为了让你在浪潮来临时知道该站在冲浪板的哪个位置。了解了。所以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2026年到来，这会是你人生3次机会中的1次吗？面对这个可能到来的周期低点，你是要继续随波逐流，在市场一片哀嚎时跟着恐慌，还是已经开始准备好你的现金与耐心，等待那个属于你的价值低点出现？真正的翻身机会，从来不是在市场最狂热，人人都在喊冲啊的时候，而是在多数人仍在怀疑，甚至已经绝望放弃的那一刻。那个时候，你会是那个还留在场上的人。